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保坂龙先生所著的《一个人老后的金钱智慧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优雅节约的生活方式；第二，聪明节俭的生活智慧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优雅节约的生活方式。在过去，人们往往将老年生活视为余生，仿佛是生命的附加阶段，缺乏自主性与新意。然而，现代社会赋予了老年生活全新的价值和意义。根据数据显示，日本75岁时的平均余命为女性 15.67 年，而男性则为 14.06 年。这意味着，即使到了高龄，人生仍有许多值得期待的日子。然而，遗憾的是，许多人因为年纪渐长，便放弃了享受生活的权利。其实，每一天都是我们余生中最年轻的一天。与其消极的接受，不如主动寻找让生活更加精彩的方法。尽管如此，对老年生活的不安情绪依然普遍存在着。据调查显示，90%以上的人对老年生活的最大担忧是生活费用的问题。随着收入的减少，特别是独居的老年人，财务的不确定性更是让人感到焦虑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学会精打细算、合理规划开销显得尤为重要。作者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节约观念的优雅节约理念。这种方式远离寒酸和凄凉的负面印象，而是通过减少不必要的开销，让生活变得更加简约和从容。优雅节约不仅减轻了经济负担，还能提升生活的品质，就像健康的减肥一样，它不会让人感到压抑，反而能让身心更加轻松愉悦。优雅节约的核心在于根据个人价值观规划支出，追求内心的满足感。特别是独居的老年人，通过这样的方式生活，可以更自如地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，避免因财务问题而承受不必要的压力。这种理财方式让老年生活不再仅仅是延续，而是一段可以充满希望与幸福的崭新篇章。对于老年财务问题，与其被不安情绪所困扰，不如以乐观的心态积极应对。乐观并非盲目的期待一切会好，而是通过实际行动为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。例如，日本逐步延长退休年龄至70岁，让高龄就业的机会得以增加，这无疑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可靠的财务支持。与此同时，生活成本也可以通过优化而降低。例如，搬到更小一些的住宅以减少日常开支，或者因食量减少而降低伙食的费用。通过这些调整，即使收入有限，老年生活也可以从中找到平衡与满足。作者借用企业管理中的选择与集中理念，提倡老年人在年金生活中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物，将有限的时间和资源投入到自己热爱的领域中。书中提到的2位老年兄妹便是这样的例子。姐姐热衷美食，弟弟钟爱戏剧，他们在自己热爱的领域毫不吝惜开销，同时坚持日常生活的简约原则。这种生活方式不仅降低了总体支出，还让精神更加充实。此外，在规划老年生活的开销时，应尽量避免妥协式购物。与其因为打折或赠品而购买不需要的商品，不如选择少而精的高品质物品。优质商品经久耐用，从长远来看更加经济，还能显著提升生活的幸福感。另外，冲动消费常常源于情绪低落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可以尝试用小额消费来舒缓情绪。例如，购买一束花或一份甜点，这不仅能改善心情，还能避免大额冲动消费所造成的浪费。通过减少无效的支出，选择高质量的生活方式，老年生活也可以过得优雅且充实。每一天都值得被认真对待，每一次开销都能为生活带来新的色彩。优雅节约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，更是一种让老年生活充满幸福与满足的智慧选择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聪明节俭的生活智慧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一张张购物小票往往被人所忽视。根据调查显示，有近 45% 的人在便利店购物后不会索要或保留小票，
而这样随手一丢的习惯，其实也意味着错过了一次重新审视消费行为、优化开支管理的机会。如果您希望减少不必要的支出，不妨从今天开始养成保存所有小票的习惯。这不仅有助于记录消费的金额，还能让您对自己的消费习惯有着更清晰的了解。具体操作上，可以选择将小票信息手动记录在笔记本或电子表格中。对于觉得繁琐的人，还可以借助智能手机上的记账应用程序，只需拍摄小票，系统便会自动识别商品名称和金额，既方便又快捷。在记录消费数据后，尝试将其分类为必需品和想要的东西。例如，大米、蔬菜、饮料等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属于必需品，而酒类、高档牛肉等则属于想要的东西。您还可以将冲动消费的物品归入想要的东西这一类。当分类完成后，您可能会惊讶地发现，原来想要的东西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支出，而这些想要的东西往往是最容易调整的部分。通过优先减少这类可控的开支，既能缓解预算的压力，又不会显著降低生活质量。然而，过度压缩这部分预算可能让生活失去乐趣，因此适度调整才是关键。找到一个合理的消费比例，既能满足日常需求，也能为偶尔的小小犒劳留出空间，让节俭更有智慧。此外，相较于按月来管理开支，以周为单位的预算规划则更具有灵活性，也更容易发现哪些开支是多余的。作者建议尝试按周来设置预算，这样可以更及时地调整消费行为，避免月度预算超支的情况发生。例如，如果某天因为参加朋友聚会花费较多，可以在接下来的几天进入节约模式，充分利用家中已有的存货，以弥补开支超出的部分。这种灵活调整的方法，既不会让人觉得生活过于紧绷，又能有效掌控整体预算。在有限的预算内，该享受的时候尽情享受，之后再适当收紧开支。松弛有度的理财方式不仅能让生活更轻松，也有助于维持良好的情绪。生活中的小确幸，往往就来自于这种合理规划下的自由与满足。另外，对于老年人而言，社会提供的行政服务是不可忽视的支持资源。作者分享了一位71岁独居女性的故事。这位轻度残疾的老人主要依靠养老金生活，尽管经济条件并不宽裕，但她的生活质量却令人羡慕。衣着整洁，精神焕发。这位老人坦言，他能过得如此舒适，得益于政府提供的便利服务。他的坦然心态提醒我们，这些行政服务并非施舍，而是帮助老年人维持健康与独立的预防性措施。现如今，许多地方政府都为老年人提供了垃圾处理、上门护理、送餐服务，甚至纸尿裤补贴等服务。这些服务不仅减轻了老年人的生活负担，也有助于减少社会的护理和医疗压力。因此，利用这些服务并不丢人，反而是为自己健康生活未雨绸缪的智慧之举。建议定期查看所在地的政府官网，了解可申请的相关服务，充分利用这些资源，为晚年生活增添便利与安心。60岁、70岁是人生的新起点，在80岁、90岁的人看来，这个阶段依然是年轻的。这个时候，金钱固然重要，但体力与精力同样不可忽视。在抱怨衰老或囤积财富之前，不妨重新享受当下的生活，挖掘其中的自由与乐趣。独居的生活，更是重新审视生活与金钱关系的好时机。在有限的预算内，一边聪明节俭，一边充分享受人生的自由，是这个阶段最值得追求的幸福模式。合理规划生活，找到节俭与享受的平衡点，60岁后的每一天都可以过得优雅而充实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